1987年10月19号，一个看似平常的星期一，却成为了全球金融史上最黑暗的一天。道琼斯工业指数在短短的6个小时之内暴跌508点，跌幅高达 22.6%。一天之内，市场蒸发了数千亿美元，投资者的梦想瞬间破灭。这是股票历史上最大的单日跌幅，也是一次足以让整个金融系统崩溃的灾难。投资者疯狂地抛售股票，交易大厅淹没在一片恐慌的嘈杂声当中，每个人都在问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场危机就像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无声无息地席卷了整个市场。但这个灾难并不是孤立的，它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从华尔街迅速蔓延到全球。伦敦、东京、香港全都未能幸免。Good evening. Today is Black Monday, the day the Dow dropped more than 500 points, the day the Dow dropped more than 22%, almost double the rate of the Black Monday that signaled the beginning of the crash of 1929. But this crash of 1987 is not just an American experience. Around the world, stock markets fell faster than a skydiver without a parachute. The panic starting in Tokyo this morning while the West slept. One cause of the sell-off was reaction to last week's 236-point drop in the Dow. The result, the Nikkei average was down 260 yen. Then, like a plague, sell fever headed west. In Frankfurt, fears of higher interest rates in the U.S. triggered the drop there. In 2.5 hours of trading, the Commerzbank share index fell 132 points. In London, an even larger drop. The British market, trying to cope with Friday's national computer failure, was thrown into a near panic. The result, the London Financial Times index down more than 183, the biggest one-day drop in Britain's history. And from there to Wall Street, where the numbers speak for themselves. Unofficially, the Dow stands at 1738.41, a drop of more than 508 points, with a volume of more than 604 million shares. Proof, as Alec Roberts reports, that the panic hit a fevered pitch. 一天之内，全球股市的市值蒸发了1万亿美元。这是什么概念呢？这相当于整个美国一年的GDP 数字的1/4。那究竟是什么引发了这一场灾难呢？是市场的贪婪，是技术上的失控，还是背后隐藏着更多不为人知的巨大阴谋呢？更令人震惊的是，就在这场股市地震中，少数人抓住了机会，成为了赢家。今天我们就一起回到1987年，揭开这场全球金融灾难的真相。谁是这场危机的幕后推手？谁又能在恐慌当中逆流而上？这是一场暴跌，还是一场游戏，还是一场智者的胜利呢？这就是1987年黑色星期一。这不仅仅是一段历史，更像是一堂课，因为下一次危机也许已经悄悄靠近了。1980年代的美国，一个充满希望与繁荣的时代，通胀得到了控制，经济复苏强劲，失业率下跌，整个美国就像回到了二战之后的黄金时代的感觉。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繁荣的时代，也更是一个科技与文化大爆发的年代。例如 IBM 个人电脑的崛起，让普通人开始接触到了科技。里根总统的经济改革点燃了企业扩张的热情。在娱乐领域， Michael Jackson、 麦当娜等巨星正在统治着流行音乐榜单。这是属于一个消费和梦想的年代，而股市却成为了这场繁荣的核心。从1982年开始，道琼斯指数一路狂飙，短短5年之内翻了3倍，标普500指数也节节攀升，让人感觉买什么股票都能够挣钱，股票不再是富人的游戏了。普通人也开始加入到这一场狂欢当中。办公室内谈论最多的不是周末去哪里玩，而是这周买哪只股票。午餐的时候，咖啡厅的餐桌上也铺满了财经的报纸，甚至你的邻居
有时候都会跑过来骄傲地跟你说，哎，我刚把我的退休金投入了这只股票，回报非常惊人。但这种疯狂的繁荣背后却其实埋藏了巨大的隐患。股票的价格被越推越高，市盈率也创下了历史新高，企业的估值远远超过了他们实际盈利的能力。但在当时，没有人愿意相信股市会下跌。华尔街的交易员一边喝着香槟，一边讨论着哪只股票是下一个会翻倍的股票，因为他们确信牛市会一直持续下去，而财富的引擎是不会停下来的。在派对上常见的话题就是，哎，谁谁谁今天又买了什么豪车，谁谁谁的基金又赚了10倍。投资已经变成了一种炫耀的资本。里根政府的减税政策和宽松的货币环境也为股市的疯狂提供了足够的燃料。企业借贷成本非常低廉，而大量的资金也涌入了市场。股市就像打了鸡血一样，越涨越高，越涨越快。这是一场全民的狂欢，而从普通人到华尔街大鳄，每一个人都相信股市就是印钞机。然而，这个繁荣的背后总会有阴影，而这一切也在1987年达到了极限。泡沫已经吹得很大了，只需要一个小小的刺破点，就足以引发一场史无前例的崩溃。而这个刺破点很快就来到了。1987年股灾并非毫无征兆，从10月14号开始，市场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裂痕，就像一场大地震之前的轻微小波动。市场在这几天之内出现了罕见的剧烈波动，道琼斯指数连续3天下跌，每天的跌幅都超过了 2%。 而在当时在牛市当中，这是极为罕见的。而这些下跌背后却是一些令人不安的因素慢慢显示在市场当中了。好像美联储刚刚提高了利率，让借贷成本变高了，资金流动性也开始紧缩。高利率对于股市来说就像刹车一样，资本流动放缓了，而市场的情绪呢又变得更加敏感起来。而与此同时，美元反弹也让出口的企业竞争力下降，美国的贸易赤字问题又变得更加严重，而这些压力就让市场的信心开始出现了动摇。在华尔街，越来越多的交易员呢已经开始感觉到有点危险了，这样不行。一些对冲基金呢也开始悄悄地减少了他们对股票的一些多头的头寸。有一部分的交易员呢甚至在期货市场当中呢建立了空头的仓位，为最坏的情况做好打算。而对他们来说，市场的下跌是一个信号，因为他们知道每一次大的崩盘之前都会有前兆，而现在这些前兆正在越来越清晰地显示在他们的交易屏幕当中。但是对于大多数的普通人并没有意识到这样的危险，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股票的下跌或者说股市整体的下跌只是一个短暂的波动而已，他们都习惯了。因为过去5年的牛市，普通投资者的反应就是逢低买入，因为过去几年每一次回调都被证明是一次绝佳的买入时机。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一次的下跌并非普通的调整，而是一场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平静。10月16号，市场开始崩溃之前，华尔街已经陷入了非常紧张的气氛，但普通投资者还是在期望周一会出现强烈的反弹，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他们财富蒸发的最后一个周末了。1987年10月19号，这一天注定载入金融的史册。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崩溃，它的速度如此之迅速，如此之猛烈，以至于许多人甚至没有时间去反应。6个小时，全球市值蒸发了超过1万亿美元。早上开盘9点到10点，恐慌就已经开始了。周一早上的纽约呢，看似一个非常普通的一天，但交易员心里非常清楚，今天可能会不太一样。
随着敲钟开始，市场开盘，一开始就出现了大的问题，大规模的卖单疯狂的涌入标普500指数的期货当中。开盘之后几分钟之内下跌已经超过了 5%， 投资者纷纷恐慌，卖单越积越多，每个人都想在别人之前把自己手上的仓位全部给抛掉，价格就随着卖单的累积进一步的快速下跌。早上10点到12点，程序化交易却加剧了这一个恐慌，而真正加速市场崩溃的就是这种所谓的自动化交易。它原来的目的呢，是为了保护投资者的资产，设计这个自动化系统，但是现在它却成为了市场的最大的敌人。市场的下跌触及到了它的止损价位，它预设的保护点，程序化的交易就会自动卖出股票，而每一次的卖出又触发了更多的卖单，就像形成了一个没有尽头的恶性循环。到了上午11点，标普500指数已经下跌了 10%， 交易大厅里面一片混乱，电话都变成了摆设，交易员根本没有时间去跟上指令的速度。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市场已经彻底失控，抛售的浪潮波及到所有的板块，没有任何行业可以幸免。蓝筹股、科技股、能源股全线崩溃，市场流动性几乎完全消失，而电视新闻开始滚动播报股市暴跌的消息，而普通投资者坐在家中看着电视屏幕，看着他们自己的账户在快速的缩水，他们却什么都做不到，因为他们根本买不到接盘侠。标普500指数的跌幅继续扩大，从 10% 迅速滑向 15%， 市场的情绪从不安变成了绝望。下午2点，标普500指数下跌超过 20%， 道琼斯指数暴跌508点，创下了美国股市历史上最大的单日跌幅。而这场风暴并没有局限在美国，全球股市也跟着开始崩溃，伦敦、东京、香港全都被卷入了这场地震。下午4点收盘的时候，整一天下来，道琼斯指数下跌 22.6%， 创下了有史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From the opening bell, the market was in free fall. After last Friday's record 108-point loss, analysts had expected a rally. Instead, it's a panic. Everyone's in panic. Everybody, we're trying to find a bottom. We're trying to, I'm as a floor broker, I see stocks trading 10 points below where they traded Thursday, and I'm saying this has to be the bottom. And then they trade 5 points lower than that. By noon, the market was down about 150 points. The tape delayed by more than an hour. But it only got worse as trading brokers struggled to cope with a blizzard of sell orders. New Mexico, we have some work here to do. You look to buy. Since the market hit a high of 2,722 last August, it lost 17.5% of its value to 2246 by Friday, and another 508 points today. 无数的投资者的一生的积蓄就在这一天完全消失了。一个普通退休的人员，他们的股票账号之内，在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缩小了一半以上。黑色星期一不仅仅是股市的崩盘，而更是信任的崩塌。它时刻在提醒我们，当市场过于贪婪的时候呢，崩溃就在眼前了。但这个故事远没有结束，就在所有人都在恐慌的时候，一群大神，一群聪明的交易员，他们却看到了机会。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接下来我们就揭晓那些在1987年股灾当中逆风翻盘的大神。1987年那场股灾当中，几乎所有人都在亏钱，但有一个人非但没有被击倒，反而赚得盆满钵满。他的名字叫做保罗·都铎·琼斯 （Paul Tudor Jones）。Will be some type of a decline without a question in the next 10 to 20 months, and it will be earth-shaking, it will be saber-rattling, and it'll have Wall Street in a tizzy, and it will create headlines that will be that will dwarf anything that's happened at this point in time. 他是1987年股灾当中被认为最大的赢家之一。
因为他的操作和对市场的预知，包括他的风险控制，被认为是巅峰之作。保罗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家庭，大学的时候主修经济学，但后来没有人能够想到，而这个年轻人成为了对冲基金行业的顶尖人物。1980年，他创立了都铎投资公司，用自己独特的眼光和交易的方式，很快在华尔街站稳了脚跟。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保罗能够预测1987年的股灾呢？保罗做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他研究了1929年的股灾历史数据。这个我们在以后也会给大家点评到。如果大家喜欢这方面的内容，别忘了订阅、点赞我们的频道。没错，他从中发现了一个极为相似的模式。当市场涨到一个极高点之后，伴随着高估值和经济的紧张，崩溃是必然的。保罗相信历史会重演，于是他提前布局，他的策略也非常简单，而且非常有效，就是做空标普500指数的期货。这意味着市场下跌的时候，他的资金会随着股指的暴跌而成倍的增长。不仅如此，他还制定了严格的风险管理计划，确保即使市场短期反弹，他也不会损失惨重。到了1987年10月19号，保罗的预测成真了，市场暴跌 22.6%， 所有人都在恐慌的抛售。但在这片恐慌当中，保罗的账号数字就像印钞机一样疯狂的上涨，他的基金在那一年实现了接近100%的回报率，这在当时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成就。而保罗的成功不仅仅是靠运气，他深刻理解市场的心理，也能够看到其他人忽略的风险，而同时他也非常严格的遵守他自己的交易纪律，永远设置止损点，这一点非常重要，绝不会因为市场的情绪而改变自己的计划。1987年的成功让保罗声名鹊起，甚至有一部纪录片叫做《交易员》，记录了他的日常工作。不过后来他买下了这部纪录片的版权，限制公开发行。为什么呢？也许就是因为他并不希望更多人知道他赚钱的秘密。那么保罗的成功告诉我们什么呢？市场总是有周期的，当所有人都在疯狂乐观的时候，往往也是风险最大的时候，而那些冷静有远见的人就能够在别人恐慌的时候抓住机会。提到乔治·索罗斯，你会想到什么呢？是那个让英格兰银行跪地求饶的金融奇才，而他的故事我们也会在以后给大家介绍。他除了是金融奇才以外，还是一位冷静的投资大师。但今天我们不聊他1992年的英镑阻击战，而是讲讲他在1987年股灾当中如何用一场精妙绝伦的全球布局再次证明他自己的传奇。首先简单介绍一下索罗斯背景吧，他是匈牙利人，经过了2战的动荡，后来来到了英国，最后再进入到美国的金融市场。1973年他创立了量子基金，这是他实现财富腾达的关键。而到了1980年代，索罗斯已经是华尔街炙手可热的投资大亨，他的投资哲学反身性理论更是帮助他在金融市场当中如鱼得水。什么是反身性理论呢？简单的来说，索罗斯认为市场并非完全理性的，投资者的行为和情绪会不断的影响市场本身。换句话说，他在寻找的不是市场的真相，而是其他人可能会犯的错误。那么1987年索罗斯到底做了什么呢？其实早在股灾之前，他就已经发现了一些危险的信号，比如美联储在加息，美元汇率出现了波动，而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呢，又让投资者开始变得越来越焦虑。而索罗斯的布局非常特别，他不是简单的布控做空美国的股票市场，相反，他是采用了一种全球对冲的策略，
在多个市场建立了空头的头寸，而他的团队同时压住了欧洲、日本等地的股市下跌，同时还在债券和外汇市场进行了防御性的配置。10月19号，全球股市开始暴跌，美国股市暴跌 22.6%， 欧洲和亚洲的市场呢也出现了连锁的反应。而索罗斯的策略让量子基金在这场混乱当中赚得盆满钵满。据估算，仅在股灾当中，他的基金收入就超过了数亿美元。索罗斯为什么能够成功呢？其实很简单，因为他看到了全球经济的系统性的风险，并通过分散的对冲策略将自己的风险降到了最低。而更重要的是，他深刻理解市场的非理性，别人还在犹豫的时候呢，他就已经抢占了先机。而更有趣的是呢，索罗斯的投资方法并不是单纯的数学模型，而他就像一个哲学家一样，通过分析市场的心理波动，找到最优的下注时机。这一点也让他和许多普通投资者之间的差距变得越来越大。索罗斯的成功不仅是他的财富，也更因为是他的思想。他告诉我们，真正的赢家呢，是在那些能够在混乱当中保持冷静并发现机会的人。那么你会选择跟市场的恐慌，还是像索罗斯一样站在恐慌的另一端成为赢家呢？欢迎你在评论区告诉我们你的想法。1987年的股灾，还有另外一个人在当中赚得丰厚的回报，他就是吉姆·查诺斯。他不仅让自己的对冲基金在暴跌当中获利，还用一种简单却犀利的投资方式改变了整个金融市场的规则。吉姆·查诺斯是谁呢？他是一个专注于寻找问题的投资者，换句话说，他就是华尔街最顶尖的做空大师。他从一份非常普通的股票研究分析师做起，却对企业的财务漏洞嗅觉敏锐，从而建立起自己的投资帝国 Candicos Associates。 做空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当你发现一家公司可能出现有问题，比如业绩被夸大，财报有猫腻，你可以借这家公司的股票把它卖出去，等它跌下来的时候再买回来，价格跌得越多，你赚得越多。1987年市场繁荣到了极致，几乎每个人都在买入股票，贪婪和乐观充满了整个华尔街。但查诺斯注意到有一些不对劲的地方。查诺斯发现许多公司在财报中隐藏了真实的业绩问题，利润被夸大，债务问题被掩盖，而这些公司的股价呢，却被不断的推高。而他意识到这些公司的基本面根本无法支撑如此高的股价，泡沫可能随时破裂。于是查诺斯开始对这些公司进行大规模的做空操作，因为他相信当市场情绪转变的时候，这些被高估的股票将是最先崩溃的那一波。他并非孤注一掷，而是分散选择多个高风险的目标，确保即使部分预测出错，也能够整体上出现获利。1987年10月19号，黑色星期一如期而至，市场崩溃，高估值的公司股价暴跌，查诺斯的空头头寸却迎来了丰厚的回报。在这一片混乱当中，查诺斯的基金收益显著成为了股灾当中少数几个最大的赢家之一。而查诺斯的成功不仅源于他对财报漏洞的敏锐嗅觉，更因为他对市场情绪的深刻理解。他说过，当市场上涨的时候，投资者总是忽略风险，而当市场下跌的时候呢，风险却会以10倍的速度被快速放大。做空不是赌博，而是一种揭示真相的方式。查诺斯专注于找到泡沫和欺骗，然后做空它们，不仅能够赚钱，还能够让市场变得更加理性，更加健康。吉姆·查诺斯用一次次的精准做空，证明了在金融市场当中
真正的赢家不一定是那些跟随潮流的人，而是那些能够看穿潮流的人。那么你觉得今天的市场当中是否有泡沫等待被揭穿呢？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你的想法。1987年的股灾，一切看起来那么的突然，但真的毫无预兆吗？其实隐藏在这场灾难背后的推手，并不完全是人，而是电脑的程序化交易。简单来说，就是让电脑替你去交易，你事先设置好一些规则，比如如果股票下跌超过 5%， 你就自动卖出，然后电脑呢就会按照你的规则快速去执行这个交易。而在1987年，这种技术是被认为当时最先进的财富保护伞。而在程序化交易当中，有一种特别重要的策略，叫做投资组合保险。听起来是不是很厉害的样子？其实它的原理也很简单，就像你在开车的时候呢，给自己买了一份保险，一旦发生事故，损失由保险公司来赔付。而在股市当中，这种保险的作用呢，就是当市场下跌的时候，自动卖出股票或者期货，保护投资者免受更大的损失。听起来好像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主意，是吧？但是问题却来了，那成千上万的电脑同时启动了保险机制，自动卖出股票的时候，你想想会发生什么？这个就是灾难。程序化的交易加速了市场的抛售，每一次卖出的指令又会触发更多的买单，这就像一场无穷无尽的雪崩一样。1987年黑色星期一这种连锁反应直接导致了股市在一天之内暴跌 22.6%， 这是单日的最大跌幅。那可以说，电脑程序和保险基金非但没能保护市场，反而成了火上浇油的罪魁祸首。当然，程序化交易并不是恶意的，它设计的初衷就是为了帮助投资者管理风险。但当所有人都在使用同一种策略的时候，这样就会出现问题了。那就像电影院在着火的时候，所有人都涌向唯一的一个出口，那越挤越多人，伤亡就越大，对吧？那么是不是所有的程序化交易和保险基金都在失败了呢？在1987年当中其实也并不是啊。一些操作更为灵活的一些保险资金呢，却是在股市的大跌当中提前做好了对冲，成功避免了重大的损失。比如他们会在市场出现下跌的时候呢，去购买看跌期权，或者提前卖出了部分持有的仓位。而这些聪明的投资者呢，不仅保住了本金，还在市场反弹的时候呢大赚了一笔。而他们的成功呢，也并不是完全靠运气，而是对市场风险提前预判，而且快速行动。而那些依赖单一个策略而没有及时调整的基金呢，却在股灾当中一败涂地。1987年的股灾呢，就给程序化交易和保险基金上了一课。技术是工具，但是如何运用它，这个才是关键。而灾难也促使市场引入了熔断机制，避免在未来出现类似的恐慌性的大幅抛售连锁反应。那么今天在算法交易和高频交易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是否也会隐藏着类似的风险呢？你相信未来的市场是更加安全的呢，还是更加危险的呢？同样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到这里我们已经看到过了保罗·都铎·琼斯、乔治·索罗斯、吉姆·诺查斯，还有那些精明的程序化交易员和保险基金经理，他们的操作是否让你觉得这些人就像天才一样？但是不要着急，让我们仔细来看一下这些赢家到底有什么共同的特征，让他们在1987年的股灾当中脱颖而出。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远见。这些赢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在别人看不到危机的时候就已经嗅到了危险的信号，
保罗研究1929年的数据，发现市场可能重演。索罗斯通过宏观分析看到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而查诺斯则通过财务报表找到了那些高估值的定时炸弹。他们知道市场的繁荣往往隐藏着巨大的风险，从而从中布局就能掌握先机。那么光有远见就可以了吗？当然是不行的。第二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策略。保罗做空期货，索罗斯分散投资对冲风险，查诺斯专注卖出泡沫公司。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操作方式，但共同点是他们的策略并不是在赌运气，而是基于深思熟虑和严谨分析的结果。第三点同样不可或缺，那就是纪律性。无论保罗还是查诺斯，他们都严格设置止损点，确保他们不会因为市场短期的波动而犯下致命的错误。他们从来不会让情绪去主导决策，也不会因为短期的亏损就会轻易改变计划。在市场恐慌的时候呢，纪律性让他们坚持到底，而那些失去纪律的交易员投资者往往在恐慌当中做出了错误的选择。最后一个关键，也许是很多投资者最容易忽略的一点，交易心理。在1987年，市场一片混乱，交易大厅当中到处都是恐慌的声音，而这些赢家却能够冷静地思考，抓住机会。他们不会因为新闻的负面报道而惊慌失措，而是知道当别人恐惧的时候，正是赚钱的最好的时机。远见、策略、纪律和心理这四大特质就造就了1987年股灾当中的赢家。而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仅限于那场股灾，这样同样的特质适用于任何一个市场、任何一个时代。那么问题来了，在下一次危机到来的时候，你是否愿意成为随波逐流的普通投资者呢？还是像他们一样成为冷静的赢家？也许你现在就需要培养你自己的远见、策略、纪律和心理素质了。也许下一个市场赢家就是你。1987年10月19号这一天的市场崩溃，不仅让无数投资者陷入了绝望，也让整个金融系统面临了生死存亡的考验。更值得深思的是，这场危机过后，市场是如何恢复的？我们又能从中学到了什么呢？第一步，紧急的救市行动。在市场陷入混乱的第一时间，美联储出手了。新任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发表了一份简短的但是极为关键的声明。美联储已经准备好了为市场提供必要的流动性支持。简单的来说，美联储通过向银行系统注入资金来确保金融机构不会因为资金短缺而陷入危机。这相当于给整个市场打了一针强心剂，让金融系统免于崩溃。这份声明的效果立竿见影，投资者的信心逐渐恢复，股市在接下来的几天当中开始慢慢企稳。尽管反弹的速度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快，但恐慌的情绪已经得到了缓解。第二步，全球市场协同合作。黑色星期一不仅仅是美国的问题，它对全球市场产生了连锁反应。为了避免更大的危机，主要经济体开始进行了跨国的合作，协调货币政策，确保市场的流动性。在这次危机当中，也成为了现代金融全球化的一次重要的起点。各个国家都意识到金融市场的稳定需要协同应对。第三，市场机制的改革。为了防止类似的灾难重演，监管机构对市场机制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其中引入最重要的一项措施就是熔断机制。熔断机制的设计也很简单，但市场跌幅达到了一个阀值，交易会被暂时停止，给投资者冷静的时间。这就像给疯狂的下滑的过山车装上了刹车，
防止恐慌情绪进一步失控。外 ，SEC 还加强了市场的透明度和对程序化交易的监管。虽然程序化交易并非股灾的唯一原因，但它的无序的行为显然加剧了危机。尽管1987年的崩盘令人震撼，但是市场最终还是恢复了。到1988年，标准普尔指数已经基本收复了失地。对于那些没有被恐慌击垮的投资者来说，这次危机其实是一次难得的投资机会。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宝贵的教训。教训一：市场不是永远理性的，投资者往往会因为贪婪而高估市场的上涨潜力，却低估了市场的风险。当市场过热的时候，崩溃往往只需要一个非常微小的导火索。教训二：技术并非万能的。程序化交易的初衷是为了保护投资者，但在关键时刻，它却成为了恐慌的加速器。技术是好工具，但是它必须被正确的使用。第三，风险管理的重要性。最大的赢家是那些提前做好准备的人，他们懂得如何分散风险，冷静应对，而不是在恐慌当中跟风抛售。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虽然已经过去了30多年，但是它对我们的警钟依然响亮。今天你觉得是否比过去更加安全了呢？下一次的危机又在什么时候会发生呢？没有人能够知道，但是可以确定的是，真正的赢家永远是那些时刻做好准备的人。如果你对这些危机类的视频感兴趣，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另外一个危机，瑞士央行黑天鹅事件，在屏幕的右方，也值得你去看一下。